我的座右铭是：钱没了可以再赚，要是良心没了，可以赚得更多。吴天家住在城郊的高档别墅区，是一栋独门独院的别墅。此时穿着睡衣的吴天打开门，看着门口全副武装的一群保安，神色有些不悦，尤其是看到人群后方自己那个二愣子表弟赵宇，脸上更是写满了嫌弃。赵宇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大半夜的这是要干什么？李队上前一步，出示了保安证，冷冷地说道：你好，我是刑警队李建国，有件命案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，方便进去谈谈吗？吴天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，但脸色依旧强装平静，侧开身子假笑道：当然可以，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市民，配合办案是我应该做的，请进。我慢悠悠地走在队伍的最后，在吴天转身往里走的一瞬间，我悄无声息地将指尖的真画符弹在了他的后背上，符咒化作一道流光，迅速融进了他的身体。我朝李队点点头，李队心领神会，他从证物袋里拿出命案现场发现的那条手链，举到吴天面前，厉声询问道：吴先生，你见过这条手链吗？吴天本想毫不犹豫地否认，可嘴里说出的话连他自己都震惊了，他不受控制地脱口而出：当然见过，我杀的第一个女人就戴着条一模一样的手链，我天天看着她在地下室惨叫，足足看了1个月，怎么会不认识？话音刚落，吴天的脸刷的一下全白了，他惊恐地死死捂着自己的嘴，拼命摇头，眼神里满是绝望。他在心里疯狂咆哮：这不是我要说的话。他本想说自己没见过，可是嘴巴就像有了自己的意识，不受控制地把心底的秘密全道了出来。随行的保安们震惊地倒吸一口凉气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们看向吴天的眼神充满了古怪和不可思议，心里都在想：真是活久见了，办案这么多年，还从没见过有哪个连环凶手这么肆无忌惮、迫不及待地承认自己杀人的。这是脑子被驴踢了吗？李队面色凝重，死死盯着他质问：吴先生，你刚才说你杀了人？吴天双手死命捂着嘴，试图用蛮力阻拦自己继续说话，可是不管怎么用力都无济于事，声音还是从指缝间清晰地传了出来：对啊，我是杀了人，还不止杀了一个。我是个网文作家，后来灵感枯竭了，为了写出爆款作品，我专门找落单的外地人下手，把他们迷晕后锁到地下室，绑住手脚，狠狠地折磨他们。他们极度的痛苦和惨叫给了我无穷的创作灵感。我写出来的书一本接一本的爆红，名利双收。现在所有人见到我都要尊称我一声老师。我的座右铭是：钱没了可以再赚，要是良心没了，可以赚得更多。我还把这句话印成书签卖给粉丝呢。哦，对了，现在我地下室里还关着一个没死透的。立刻搜查地下室，快呼叫救护车！几名保安暴力破开了地下室的暗门，从里面抬出了一个浑身是血、奄奄一息的受害者，立刻呼叫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。之后的案情进展得异常顺利，被抓回保安室的吴天非常配合保安队，真正做到了有问必答，知无不言。这件变态凶残的连环杀人案件一招告破，立马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，直冲各大新闻头条。我告别了李队等人，直奔热闹的小吃街，打算在那大吃一顿，好好犒劳自己。走在街上，一个穿着青蛙玩偶服的年轻人拎着一堆充气小青蛙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停下脚步打量着他，这人身上的霉运浓郁的简直要化成实质，隔着老远都能看见一团黑气罩在他头顶。这是哪来的倒霉蛋啊？日行一善，既然遇上了，那就顺手帮一把吧。我走上前拍了拍青蛙的肩膀：兄弟，你最近是不是挺倒霉啊？看相算卦，一卦500，不准不要钱。青蛙玩偶转过身，摘下头套，露出一张疲惫的大学生面孔。他一愣，撇了撇嘴，没好气地说：大哥，都21世纪了，还玩装神弄鬼这一套，快走开，别耽误我观察城管。我双手抱臂，不紧不慢地继续念叨：你走在路上好好的，一辆汽车突然失控，直冲着你开了过来，幸好你躲得快，要不就没命了。前天晚上你发传单的时候，路边的广告牌毫无预兆地掉下来，差点没砸死。大前天你就是在墙边靠了靠休息，那面实心墙居然就塌了，碎砖直接给你脑袋开了跑。我的话让眼前的年轻人浑身一震，他呆呆地看着我，活像见鬼了一样的表情，结结巴巴地问：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我嘿嘿一笑：看相算卦，一卦500，不准不要钱。我算。大学生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掏出手机扫码付钱，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。我满意的收好钱，看着他的眼睛提示道：你仔细想想，半年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？大学生皱着眉头想了半天，才慢慢回忆起来。半年前，我妈生了一场大病，花了不少钱，家里经济一下子变得挺紧张。我朋友赵贺
帮我找了个房屋租赁的销售兼职。我白天在学校上课，晚上跑业务。由于我干起活来比牛马还拼，谈成了不少单子，1个月就拿了7、8千块钱提成，老板更是对我赞赏有加。第2个月月初的时候，公司组织部门聚餐，老板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发了厚厚的奖金，说是以此激励大家。说到这，他顿了顿，脸色变得有些难看。好像就是那场聚餐之后，我就变得特别倒霉了，简直就跟撞邪了似的，什么倒霉事都能遇上。你是想要我们的微信吗？闻言我也不生气，心里暗想一帮小萝卜头而已，年纪连自己的零头都不够，懒得计较。我一本正经地推销起来。你们要买平安符吗？可以保你们平安无事。野餐的几个人的视线纷纷看向我，满脸怀疑。可惜了，这么个帅哥，脑子居然有病，还是赶紧回家吧。我摇了摇头，认真地问：真的不要吗？可是你们屁股下面坐着一个人，他会跟着你。有个男生不乐意了，站起身呵斥道：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往他们屁股下面指了指，面无表情地说：往下挖1米有女尸，10几公有手链，不信挖挖看。苏苏咽了咽唾沫，扯起一抹牵强的笑容，故作镇定地说：少在这骗人。我直勾勾地盯着他，语气笃定地念出他的过去。你7岁落水，10岁父母分开，上个月刚经历背叛。苏苏听完惊得脸色大变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接着我又走到刚凑过来的大爷跟前，看着他的面相说道：大爷，您老伴儿早走，独子在国外，对吧？大爷瞬间愣住了，一点不差，不会真有什么吧？野餐的几人瞬间想到了我刚才的话，吓得赶紧跑到一边，一时间气氛安静的有些诡异。突然保安大爷把喇叭扔到一旁，挽起袖子大喊一声：我来挖！大爷真的从土里刨出来一条手链，众人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这只是个巧合吧，小伙子？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用冷漠的眼神示意他继续挖。大爷深吸了一口气，硬着头皮继续往下挖。很快，一截白森森的骨头出现在大家视线里。大爷吓得铁锹一扔，飞快跳到一边。他苍白着脸，脑袋一歪，直接昏死过去。胆小的女生顿时扑了出来，尖叫着：怎么办？死人了！醒过来的大爷腿肚子都在打颤，惊悚地望着我，颤巍巍地问：你是神仙吗？什么神仙？要相信科学，对吧，大爷？保安大爷尴尬地笑了笑，表情跟哭似的，结巴着掏出手机。报警！我顺势又开始推销起来，笑眯眯地问：要平安符吗？可保平安顺雷，鬼邪不侵哦，只要500一张。几个人争先恐后的掏钱要买平安符，大爷也哆哆嗦嗦的买了一张平安符，连地上的大喇叭都顾不上拿了。保安很快赶到，勘察完现场后，带着我们几个人回去做笔录。此时的保安办公室内，有着10年办案经验的老保安李队正在给我录口供。目击者，你的姓名、年龄、性别报一下。我坦然的回答：虽然大概1000岁了，不过我可男可女，看你需要。李队怀疑自己听错了，抬起头瞪大眼睛问：啥玩意儿？我认真的重复了一遍：我男女都可以，便看你需要。李队脸色一沉，严肃的警告我：我提醒你一下，妨碍公务处200到500元罚款，并处5到10日拘留，情节严重的可追究刑事责任。所以请你如实回答我的问题。我委屈地摊了摊手。我说的都是实话呀，要是男的不行，我给你变个女的。李队一阵无语，叹了口气，扭头在记录表上重重地写了个男字，紧接着追问：你怎么知道那里埋着尸体呢？我理所当然地回答：我算出来的呀。李队眉头皱了又皱，感觉自己的耐心快要耗没了，拔高音量反问：算出来的？我认真点头，肯定地说道：对，算出来的。李队怀疑地看了我一眼，本能觉得我在胡说八道，可是他看过其他人的口供，确实跟我说的一模一样。李队忍不住又打量了我一眼，心里琢磨着自己办案多年，什么样的人都见过，知道人不可貌相，但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会算命，这谁信啊？压下心底的疑虑，李队再次深吸一口气，露出一个和蔼的微笑，提醒道：顾先生，妨碍司法办案是要判刑的。没等他说完，我歪着头看着他的面相，冷不丁冒出一句：恭喜你，你要当爸爸了。李队一愣，傻眼了。啥？你老婆怀孕了，是双胞胎。李队下意识地反驳：怎么可能？话音未落，他桌上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。李队拿起手机，发现是自己媳妇打来的。接通电话后没听两句，李队整张脸都笑成了一朵花，激动的手脚都在发抖，高兴的嘴都咧到了耳朵根。媳妇在电话里说她怀孕了，挂断电话，李队咧着嘴直笑，对着办公室的同事宣布：我媳妇说是刚去医院检查，怀了双胞胎2个月了，太好了！恭喜恭喜恭喜李队！办公室里的几人闻言连忙上前道贺。李队瞄到一旁的我，赶紧摆摆手让大家安静下来。我没理他，反而转头看向旁边另一个年轻保安，笃定地说道：赵宇，你妈去超市抢车架鸡蛋，扭伤了脚，对吧？赵宇一愣，随即点头如捣蒜。对啊，是昨天抢鸡蛋的时候扭了脚。此时一个叫张婷的女保安满眼好奇地凑过来，面带微笑地问道：算得挺准的，你看看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我瞥了他一眼，你有挺严重的宫寒，每次来月事都会痛不欲生。说着，我拿下身上的小挎包放到桌上，拉开拉链。算你运气好遇到我了，
我刚好有治这个的符。张婷错愕地点头，如捣蒜，心里暗惊。没错，那几天确实是我最难受的时候。中医西医都看过了，医生都说只能慢慢调理，药吃了一大堆，可总不见好。我打开巴掌大的布包，一样一样往外拿东西。随着我拿出的物件越来越多，众人的眼睛越瞪越大，嘴巴张得溜圆。一沓现金，一堆叠成三角形的符咒，空白的黄符纸，朱砂，一支劈叉的毛笔，甚至还有香蕉和苹果。杂物很快摆满了一大桌子。看我还在往外掏，办公室里的所有人彻底惊呆了，全都围了过来，像看外星人一样盯着我。有人小声惊呼：“那个巴掌大的布包是怎么装下这么多东西的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这太不科学了！”终于，我从里面找出一个叠成三角的符纸，递给张婷，嘱咐道：“这是暖宫符，你贴在小腹上，差不多1个月就能根治。”张婷愣愣地看着符纸，没有立刻接。办公室里静悄悄的，空气好像都静止了。半晌，李队率先从震惊中回神，眼睛在我和小布包上来回打转，到底没忍住开口问道：“你这个包看起来也不大，怎么能装这么多东西？”他的话刺激着大家的神经。我从包里扯出一张黄纸，挥了挥解释道：“我的包里贴着收纳符啊，就是这个，只要把它贴在包包里，就可以装比实际多几百倍的东西。”办公室里的几人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心里掀起惊涛骇浪。一张纸居然这么厉害，这是现实版的神话吗？好不容易回过神来的张婷，急忙双手接过符纸，激动地道谢：“谢谢，真的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好了。”我伸出手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不用客气，给钱就行，5包快。”张婷愣了一下，随后爽快地掏出手机扫码付了钱。我笑弯了眼，揣好钱，手脚麻利地把满桌的东西全都收回小包里。收好符纸的张婷两眼放光地看着我，嘴里还不忘自我催眠般地嘀咕着：“要相信科学，杜绝封建迷信，杜绝封建迷信。”李队用力搓了2把脸，强迫自己回归正题。凶手是谁？你能算出来吗？或者你还能算出什么线索？我歪着头搓了搓手指，反问：“给钱吗？”李队深吸一口气，咬牙切齿地吐出2个字：“给钱。”得到了肯定的回答，我顿时眉开眼笑。给我死者的生辰八字，我可以试试。李队无奈地摊开手：“这没有，我要是知道他的生辰八字，我不就知道他是谁了吗？”这样啊，那你们着急吗？不着急就改天。李队赶紧说道：“当然着急，这件案子领导很重视，限期1周内破案。可是目前知道的线索少之又少，只知道死者是女性，年纪在25岁左右，生前受过极其严重的非人虐待，身体多处骨折受损，死亡时间大概在5年前。时间不等人，你有什么办法尽管说。”我悠悠地叹了口气，提议道：“这样的话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。我可以唤出死者的友魂，你们自己问他，好吗？”李队的表情瞬间僵住了，差点咬到舌头。啥玩意儿？小伙子居然让我们去问鬼！他咽了口唾沫。我可能没听清楚，你可以再说一遍吗？我说，如果死者还没投胎的话，我可以把他找出来。有什么事你们自己问他。李队扭头看看一脸震惊的同事赵宇，小声确认道：“他刚才是说让我们去问鬼吗？”赵宇重重地点头，肯定地回答：“是的，李队，你没听错。”李队再次看向我的眼神，多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怪异。走吧，跟我去公园。李队沉默了半天，终于艰难地下定决心，一咬牙说道：“好，我们跟你去。”我微笑着伸出手，笑眯眯地报价：“出外勤1000块，我总不能白帮你们吧？”李队咬咬牙，心痛地点头：“好。”说完，自己掏腰包转给了我1000。我喜笑颜开。深夜，我随李队、张婷和赵宇3人来到发现尸体的地方。我2指夹起一张黄符，嘴里默念几句口诀，只见符纸无火自燃，眨眼间烧成了灰烬，灰烬随风飘散。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李队他们3人觉得周围气温骤降，忽然冷了许多。赵宇打了个哆嗦，他搓了搓胳膊，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对我说：“大师，这里什么也没有啊。”哦，忘了你们看不见。我并拢手指在他们眼前一抹，划过一丝金光，迅速融入他们的眼睛。我拍拍手说：“好了，现在能看见了。”赵宇夸张地眨了眨眼，又四下看了看，疑惑地说：“还是什么也没有啊。”话音刚落，眼前的大树上嗖地一下垂下来一道黑影，一个幽冷的声音在他们头顶响起：“你们是在找我吗？”张婷吓得发出刺耳的尖叫声，身旁的赵宇更是白眼一翻，直挺挺地向后倒去，直接晕了。我掏了掏被震得嗡嗡响的耳朵，看着地上的赵宇无语地摇摇头：“真没用。”李队办案无数，自认心理素质超强，但此时也是头皮发麻，四肢僵硬地定在原地。我仰头看向树上的女鬼，冷声命令：“你下来，我们有话问你。”女鬼直觉上感到我极其危险，飘下树后离我们远远的，根本不敢靠近。她用那双空洞的眼睛疑惑又恐惧地看着李队：“你们不是有话要问吗？赶紧问啊！”李队硬着头皮上前一步，咽了口唾沫说道：“我是市刑警队的，正在追查你的命案，所以希望你能告诉我们你是谁，杀你的凶手是谁，帮我们提供线索。”女鬼听到这话，茫然的自言自语，努力地回忆着生前的事情。随着回忆，她身上的黑气越来越浓，表情也变得极度狰狞，发疯般的嘶吼。李队和张婷被这股阴森的煞气吓得连连后退几步。我眉头一皱，抬手隔空一个巴掌甩过去，清脆的响声过后，
女鬼身上的黑气立马被打散了大半，她哆哆嗦嗦地低头站着，再也不敢看我。老实点儿，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，再不老实，我打得你魂飞魄散。女鬼吓得一哆嗦，瑟瑟发抖。李队深吸一口气，擦了擦冷汗，说：“你们先在这儿守着。我看还是我来问吧，你是谁？怎么死的？杀你的凶手是谁？”凶手是个男人，我不认识他，不知道他是谁。不认识？那是劫财劫色，或者是寻仇？都不是，那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魔鬼。眼看女鬼情绪激动，黑气又要暴涨，我屈指一弹，一道金光打入女鬼体内，那股暴躁的黑气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。李队见女鬼情绪缓和下来，才放缓语气继续安抚：“姑娘，你把事情详细的告诉我，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，将他绳之以法，还你一个公道。”女鬼娓娓道来：“我叫李娟，死的那年才20岁，因为家里穷，高中毕业后我就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打工。那天晚上我下了夜班，走到一个小巷的时候，突然被人从后面捂住口鼻。等我醒来，就已经被锁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房间里了。他极其残忍地折磨我，让我痛不欲生。我越痛苦，他就越高兴；我喊叫声越惨，他就越兴奋。我苦苦地哀求他，求他放过我。我承诺可以把我这几年攒的钱全都给他，向他保证绝对不会报警。可是他根本不理我，他每天变着花样虐待我。我不知道昏死过多少次，每次都被他硬生痛醒。那段日子，我就像活在地狱里一般。听着他的气诉，李队和张婷久久不能平静，心里燃起怒火。李队想了想，抓住重点问道：“那这期间，你有见过他的真实面貌吗？”女鬼声音哽咽地回答：“他每次来都戴着个可怕的魔鬼面具，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，我只知道他身形很瘦，身高有1.7米几，他的左胳膊上有个伤疤，像是烟头烫的。还有一次他出门接电话，我隐约听见他说他叫吴天。”刚被张婷掐人中醒过来的赵宇听到这个名字，惊恐地瞪大眼睛惊呼：“你说他叫吴天？不会是我那个远房表哥吴天吧？”张婷忍不住打趣道：“这么巧，你表哥不会就是那个变态杀手吧？”赵宇觉得难以置信：“不会吧？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”这最简单了，你有你表哥的照片吧？拿出来我看看，就知道是不是他了。赵宇手忙脚乱地拿出手机，开始翻找相册，很快搜出了一张吴天的生活照递给我。我只看了一眼，便转头语气肯定地对李队说：“去抓他吧，他身上可不止1条人命，至少杀了5个人。他家地下室里有个暗室，现在里面就关着一个受害者，去晚了那人就没命了。”众人听到这话震惊不已，倒吸一口凉气。我摸了摸下巴，好心提议道：“我还可以帮你们给他下个真画符，这样连审讯的口供都有了。不过嘛，这是要单独收费的，给500块就行。”小赵，给钱！李队，为什么是我给钱？我刚来局里第1天上班，连工资都没发过呢。哼，那嫌疑人是你表哥，这钱自然是你出，就当大义灭亲了。赵宇嘴角直抽抽，心里暗骂自己多嘴。干嘛要说是自己表哥？直接说以前在网上见过不就行了？怎么这么巧？你是不是算准了我身上刚好有500块钱？那是自然，多了你也没有啊。收好钱后，我转身看向女鬼李娟，温和地说：“你先跟我走吧，等你的案子结了，怨气消散，我再送你去投胎。”女鬼原本满腔恨意怨念不消，所以一直徘徊在世间，无法入轮回。好，我听大师的。我从包里拿出一个油润光泽的小葫芦，这小葫芦是我在地摊上淘来的，自己刻了符咒。我拔开葫芦塞，默念了几句口诀，女鬼随即化作一阵黑烟，乖乖钻进了葫芦里。李队3人齐刷刷地盯着我手里的葫芦，这简直跟看玄幻电影一样，这辈子都不想再经历第2次了。呼叫支援，所有人立刻直奔吴天家，快！吴天家住在城郊的高档别墅区，是一栋独门独院的别墅。此时穿着睡衣的吴天打开门，看着门口全副武装的一群保安，神色有些不悦，尤其是看到人群后方自己那个2愣子表弟赵宇，脸上更是写满了嫌弃。赵宇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大半夜的这是要干什么？李队上前一步，出示了保安证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好，我是刑警队李建国，有件命案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，方便进去谈谈吗？”吴天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，但脸色依旧强装平静，侧开身子假笑道：“当然可以，我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市民，配合办案是我应该做的，请进。”我慢悠悠地走在队伍的最后，在吴天转身往里走的一瞬间，我悄无声息地将指尖的真画符弹在了他的后背上，符咒化作一道流光，迅速融进了他的身体。我朝李队点点头，李队心领神会，他从证物袋里拿出命案现场发现的那条手链，举到吴天面前，厉声询问道：“吴先生，你见过这条手链吗？”吴天本想毫不犹豫地否认，可嘴里说出的话连他自己都震惊了，他不受控制地脱口而出：“当然见过，我杀的第1个女人就戴着条一模一样的手链，我天天看着她在地下室惨叫，足足看了1个月，怎么会不认识？”
话音刚落，吴天的脸刷的一下全白了，他惊恐的死死捂着自己的嘴，拼命摇头，眼神里满是绝望。他在心里疯狂咆哮，这不是我要说的话。他本想说自己没见过，可是嘴巴就像有了自己的意识，不受控制的把心底的秘密全道了出来。随行的保安们震惊的倒吸一口凉气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们看向吴天的眼神充满了古怪和不可思议，心里都在想：真是活久见了。办案这么多年，还从没见过有哪个连环凶手这么肆无忌惮、迫不及待地承认自己杀人的。这是脑子被驴踢了吗？李队面色凝重，死死盯着他质问：吴先生，你刚才说你杀了人？吴天双手死命捂着嘴，试图用蛮力阻拦自己继续说话，可是不管怎么用力都无济于事，声音还是从指缝间清晰地传了出来。对啊，我是杀了人，还不止杀了一个。我是个网文作家，后来灵感枯竭了，为了写出爆款作品，我专门找落单的外地人下手，把他们迷晕后锁到地下室，绑住手脚，狠狠地折磨他们。他们极度的痛苦和惨叫给了我无穷的创作灵感。我写出来的书一本接一本的爆红，名利双收。现在所有人见到我都要尊称我一声老师。我的座右铭是：钱没了可以再赚，要是良心没了可以赚得更多。我还把这句话印成书签卖给粉丝呢。哦，对了，现在我地下室里还关着一个没死透的。立刻搜查地下室，快呼叫救护车！几名保安暴力破开了地下室的暗门，从里面抬出了一个浑身是血、奄奄一息的受害者，立刻呼叫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。之后的案情进展得异常顺利，被抓回保安室的吴天非常配合保安队，真正做到了有问必答，知无不言。这件变态凶残的连环杀人案件一朝告破，立马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，直冲各大新闻头条。我告别了李队等人，直奔热闹的小吃街，打算在那大吃一顿，好好犒劳自己。走在街上，一个穿着青蛙玩偶服的年轻人拎着一堆充气小青蛙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我停下脚步打量着他，这人身上的霉运浓郁的简直要化成实质，隔着老远都能看见一团黑气罩在他头顶。这是哪来的倒霉蛋啊？日行一善，既然遇上了，那就顺手帮一把吧。我走上前拍了拍青蛙的肩膀，兄弟，你最近是不是挺倒霉啊？看相算卦，一卦500，不准不要钱。青蛙玩偶转过身，摘下头套，露出一张疲惫的大学生面孔。他一愣，撇了撇嘴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大哥，都21世纪了，还玩装神弄鬼这一套，快走开，别耽误我观察城管。”我双手抱臂，不紧不慢地继续念叨：“你走在路上好好的，一辆汽车突然失控，直冲着你开了过来。幸好你躲得快，要不就没命了。前天晚上你发传单的时候，路边的广告牌毫无预兆地掉下来，差点没砸死。大前天你就是在墙边靠了靠休息，那面实心墙居然就塌了，碎砖直接给你脑袋开了炮。”我的话让眼前的年轻人浑身一震，他呆呆地看着我，活像见鬼了一样的表情，结结巴巴地问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我嘿嘿一笑，看相算卦，一卦500，不准不要钱。我算。大学生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掏出手机扫码付钱，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。我满意的收好钱，看着他的眼睛提示道：“你仔细想想，半年前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？”大学生皱着眉头想了半天，才慢慢回忆起来。半年前，我妈生了一场大病，花了不少钱，家里经济一下子变得挺紧张。我朋友赵贺帮我找了个房屋租赁的销售兼职。我白天在学校上课，晚上跑业务。由于我干起活来比牛马还拼，谈成了不少单子，一个月就拿了7、8千块钱提成，老板更是对我赞赏有加。第2个月月初的时候，公司组织部门聚餐，老板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发了厚厚的奖金，说是以此激励大家。说到这，他顿了顿，脸色变得有些难看。好像就是那场聚餐之后，我就变得特别倒霉了，简直就跟撞邪了似的，什么倒霉事都能遇上。一开始还只是小事，路上遇到些意外，吃饭噎着，走路踩到脏东西，原本谈好的订单也因为各种理由黄了。我想着可能是最近运气不好，就请了几天假在宿舍休息。就在那几天，我得知给我介绍工作的赵贺病了，还病得挺严重的。于是我去医院看望他，他妈妈懂点偏方，说看我阳气重，让我陪赵贺睡一宿，让他沾沾稳定阳气。能帮好哥们儿，我自然是愿意的。再说2个大老爷们儿一起睡个觉也没什么，我就爽快的同意了。我记得那天晚上病房里特别冷，冻得我浑身直发麻。大晚上的我也没好意思再找护士要被子，就这么硬生生挨到了天亮。
结果几天后，赵贺的病真就奇迹般的痊愈出院了。我本来那阵子就挺倒霉的，自从赵贺好了之后，我更是倒霉的要命了，简直是在生死边缘反复横跳。大师，你快帮我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是不是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我看着他两侧浓郁的黑气，同情地叹了口气。可怜的倒霉蛋，你被人借运了。本来你的运气非常不错，结果先是被房产中介的老板用邪术偷走了财运和气运，后来你又不知死活的帮重病的赵贺承受了灾病。玄学里都说不要随意介入别人的因果，你帮别人度过命里的死劫，那你就得替对方承受灾祸。说实话，你能活到现在也是个奇迹了。大学生一脸懵逼地问道：“什么是劫运？”我耐心地向他科普：人的运气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会随流年转换变好，也会变坏。有的人运气好，做什么成什么；也有的人运气差，干啥啥不行。一些运气不好的人，为了转运，就会想办法让自己运气变好，这就是所谓的借运。一般来说，借运分3种：向别人借、向自己借、向上天借。第一种向别人借，是最歹毒的一种邪术，会直接把被借的人吸干，害得别人家破人亡。第二种向自己借，也就是透支自己晚年的好。你们现在社会上的那种刷信用卡、借网贷，其实就有点类似透支未来的运气。第三种向天借运，只能请得道高人布下大阵施法，极为凶险麻烦，也很难做到。所以既不损害自己利益，又容易操作的，就是这歹毒的第一种。大学生急切地问：“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我的运气要回来？”可以。我伸出食指，凌空画了一道符咒，指尖凝聚着一道灵光，猛地点在他的额头上，打入体内。大学生突然脸色惨白，哇的一声弯腰吐出一大口腥臭的黑水灰雾。我拍了拍手说：“行了，吐出这口浊气污秽，你就没事了。以后被借走的运气会慢慢回到你身上。”我又从包里摸出一张平安符，递给他，嘱咐道：“这个是平安符，不怕水不怕火，你贴身带着能帮你抵御煞气，加速回运气。那个房产中介公司你绝对不能再去了。那个老板心术不正，强行借运反射极强，他以后会遭到报应。至于你那个朋友赵贺，那是他的命数因果，你不要再圣母心泛滥去干涉。”谢谢大师，我已经辞职了，肯定不会再去那家黑心公司了。他明显感觉到原本沉甸甸的身子变得轻盈了许多。不用谢，平安符1张500。好的好的，我这就转给您。反应过来的大学生忙不迭地给我扫码转账，转完账，大学生忽然想起了什么，急忙在手机相册里翻出一张照片，递到我面前。大师，你帮我看看这个，这是睡我上铺的铁哥们周明，他前几天在食堂吃饭时莫名其妙就昏迷不醒了，到现在还没查出原因，是不是也中了什么邪术？我凑过去看了一眼，照片里是个躺在病床上的青年，即便隔着屏幕，我也能看到他整个人被一股浓郁如墨的死气包围着。你猜的没错，他的病确实大有问题，而且比你被人借运还要严重的多。比我随时会死还严重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霉运照顶，频频遭遇死劫，可每次遇到危险，你都能奇迹般的毫发无损，是为什么？你要帮他吗？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从小光屁股一起同学兼室友，简直形影不离。他有事，我一定要帮忙。那你知道他最近碰见过什么特别的事情？去过什么阴气重的地方，或者接触过什么古怪的人吗？大学生挠了挠头，仔细回想，我不记得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啊。他要是有什么新鲜事儿，肯定第一时间跟我八卦。我们白天一起上课，一起吃饭，晚上我去打工赚钱，他回宿舍打游戏，我打完工也回宿舍睡觉，轨迹很透明。我实在想不起有什么异常。前一刻还在跟我抢红烧肉，下一秒直接就趴桌上了。我眉头一蹙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方便让我看一下你们宿舍吗？我不进去，你用手机开个视频让我看看环境就行。方便，我这就回宿舍。名叫顾北的大学生连忙脱下厚重的玩偶服，把平安符珍重地揣进贴身口袋里，拍了2下，确认放好后，收拾东西准备往学校赶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突然开口问：顾北，
你有没有想过，你霉运赵鼎频频遭遇死劫，可每次遇到危险你都能奇迹般的毫发无损，是为什么？顾北停下脚步，不明所以地回头问：为什么？难道是因为我命硬，老天爷要收我比较费劲？我笑着摇了摇头，意味深长地说：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，是因为一直有人在暗中保护你。顾北惊讶地张大嘴：保护我？是谁？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他。我笑得神秘莫测，时机未到，以后再告诉你。先去宿舍办正事吧。顾北离开后，我看着一直默默跟在他身后的一位白发苍苍的慈祥老奶奶，鬼魂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。放心吧，他是个善良的好孩子，不会有事的。跟我走吧。老奶奶感激地微笑着向我鞠了一躬，化作一缕清风消散。顾北一路狂奔回到宿舍，马上拿出手机跟我拨通了视频通话。他在视频那头气喘吁吁地说：大师，宿舍其他同学都不在，估计是出去陪女朋友了。镜头里这个上铺就是我好哥们周明的床位，您看看有什么问题？我紧盯着屏幕，眉头紧锁。在我的视野里，那个床铺上盘踞着一股浓重粘稠的煞气，仔细分辨，甚至还能看到残留的我画的平安符咒，抗击过煞气的痕迹。顾北看我神色不对劲，慌忙后退了几步。周明是不是真的出大事了？可别吓我！你一定要救救他！周明是我的铁哥们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！顾北，你先别急，把他出事当天的细节原原版版说给我听听。顾北咽了口唾沫，回忆道：1个星期前，我们一起去2食堂吃午饭，他刚吃了一口菜，吧唧一下就脸朝下趴桌子上了。当时可把我们吓坏了，还以为是食堂饭菜里有毒呢。我们急忙拨打120，把他送去医院。可从那以后，他就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，生命体征越来越微弱。医院里所有的专家仪器都上了，就是查不出是什么毛病。大师，要怎么才能救他？您说需要准备什么，我一定照做。就算我做不到，他那有钱的爸妈也一定能办到。他的情况比较特殊，隔着屏幕看不透，我必须要亲自见到本人才行。顾北立刻接话：这好办，他就在市中心医院，我现在就带你去。您在小吃街等着，我马上骑小电驴过去接你。不一会儿，我就坐着顾北漏风的小电驴来到了医院的 VIP 病房区。顾北一边走一边向我保证：大师，一会儿见到周明的爸妈，要多少钱您尽管开口。他爸妈做生意的特有钱，只要能救醒儿子，保证要多少给多少。我瞥了他一眼，淡淡的问：他爸妈平时对你好吗？顾北不明所以，理所当然的点头：好啊，叔叔阿姨对我跟对亲儿子似的，每次来学校看周明都会给我带一堆好吃的，没得说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在心里暗叹：有你这么个心甘情愿当牛做马还不求回报的好大儿，真是他们老周家的福气啊！周明住的是高档的单人病房，推开门，周明的母亲徐丽正眼眶通红地握着儿子的手，低声啜泣。丈夫周强在一旁揽着她的肩膀，轻声安慰。听见有人进来，徐丽赶紧抹了把眼泪，以为是儿子的其他同学，两口子也没多想。周强神情憔悴地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：小北啊，这么晚你怎么跑来了？这位是你们同学吧？顾北赶忙把拉到身前，隆重介绍道：周叔叔，这位是我专门请来的苏大师，他可厉害了，只看照片就一眼瞧出周明的病有蹊跷，所以我赶紧带他来看看。周氏夫妇打量着我，见我一副大学生模样的青涩面孔，只当是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在胡闹，但出于教养，他们没相信也没立刻翻脸感人。周强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温和地劝道：小北，我知道你和周明关系铁，你的心意叔叔领了，大晚上的外面也不安全，你们就别折腾了，赶紧回学校休息吧。就在这时，病房门被猛地推开，一个精神矍铄的老头快步走了进来。